人也不是吃素的啊。我们来看到了这个一拖10个月了，好在鸿海台积电千辛万苦百转千回买到了 BNT 啊。那政府呢，此时此刻你说抢攻啊、占尽便宜啊、吃干抹净啊，这通通罢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揪出整个过程当中到底内双疫苗黑手是谁？好，比如说呢，最近很多委员呢全部揪出来的价差问题，为什么郭董台积电买？就是比你当初民进党政府去谈的价差1亿美金，1亿美金，哎，这不该查，检调不该查，彻查到底吗？我觉得应该绝对要的，但我觉得民进党政府非常非常奇怪的一点哈，就是在哪里？就是说所有的东西他都要黑箱，对，他所有东西他都拒绝公开。不过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价差1亿美金，所以他要黑箱？他怎么能公开？但是我们讲那个钱不是你的，如果钱是你的话，你价差的话，你自己负担的话，我相信老百姓不会说叫你要公开。我觉得中间是不是就是分赃嘛？对，对不对？今天是你拿了老百姓辛苦的血汗钱，然后这个钱到了哪里去？难道老百姓没有权利知道吗？当然，老百姓有权利问，而且老百姓有权利知道。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卫环委员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问陈时中说他那个价格是多少的时候呢，陈时中死都不讲，他讲说价格这个是机密的。但是我们去找调阅小组，始终也不让你们调阅什么东西啊？对。然后我们去看国外的情形呢，国外的 data 所有的价格，它其实都有一个，它会告诉你说它 average 的，在那个当下，它的 average 是大概它的价格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当成一个 reference 的 price。所以你在 negotiate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你会讲说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子，所以你才会有个基准在所以它也能够让整个事情能够加速的一个进行。可是很奇怪，民进党政府对于黑箱特别有兴趣，它所有的事情都一定是要黑箱，而且等到所有人都把 data 全部都出来了之后呢，他还不承认，对，还不承认，对。对，我觉得这是最可恶的地方，而且呢，就算现在呢，好，反正不管怎么样，已经买到了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其实这2天呢，动用很多大外宣呢。那我前几天其实有播到，就是《时代》杂志呢，它用了一个字，它叫做征召鸿海，征召台积电买疫苗。征召这个字，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你怎么会用招募、用征召呢？所以传出呢，从郭董那边幕僚传出说，真的是。很不爽啦，觉得说简直是莫名其妙。好，那当然这个府方呢也回应了，说尊重外媒的报道。好，但是呢，没错，这个是企业主动提及购买疫苗，这个是事实。好，那这个 OK， 这是中性。但我要讲的是，已经连续这2-3天了，你包括国内也有媒体大肆引用啊，所以在绿营侧翼更是疯狂转发，所以其实他们也是在带一波风向。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种偷换概念的味道？偷换概念又来了。对，因为我觉得像我们是自己身历其境的哈，我们从在这个立法院整个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陈时中的这个表现跟他的一个态度啦。那大家也可以记得，我记得5月28那一天呢，其实发生太多的事情，所以这天这个日期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在质询的时候呢，只要问到陈时中的部分呢，他对于民间购买疫苗的东西呢，他是嗤之以鼻。是啊，是啊。如果他是真的是我们讲说，真的是郭董他是被征召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被征召的他应该去支援呐、他是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呐、他应该去支援说，这个东西，然后让国外也认为说，这个真的是民间发动的，跟政府无关等等的情形嘛。可他出来的表现的态度呢，他是完全不一样。出来表现觉得就是说，你民间要参与，大家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像佛光山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拒绝。我敢讲，现在国际上买不到疫苗，他说风凉话。没错，他就是说买不到疫苗。好，那等到说大家因为这个台湾的人民给他的一个压力呢，因为那个时候疫情非常非常严重，而且这个疫苗拿不到的情形。好，他被迫的一个情况下，5月28号我们讲说你总要公开你的 SOP 嘛。SOP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要了半天要不到，因为他所有任何一个部分呢，他都需要陈时中核可。那我们那时候就问说，那你陈部长，如果你每天都要去核这些小事的话，你怎么有时间去做决策？怎么样子让你的脑筋能够清晰去做大事呢？你不可能。那一天5月28号，大家去看。
傍晚的时候才公布了那个 SOP， 有8个 document， 有8个文件，它应该要提出来。其中有一个文件呢，我想观众朋友如果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千惠的节目里面也有提到，我们提到它里面讲说，它要你的原厂证明。对，所以我们就去问他说，哎，奇怪了，那你政府买的时候，你 AZ 的东西，你有原厂证明吗？你日本送的 AZ， 你有原厂证明吗？泰国送的啊，对，你有吗？有吗？没有啊。那为什么你是这个不同的一个标准？那个时候陈时中的态度呢，他是觉得就是说，好，我如果要你拿原厂证明出来的话，那你拿不出来，所以就不是我的错，不是我卡你哦，是你自己郭董没有本事哦，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情形，如果是真是征召的一个情况之下，怎么会有你的这个总统府下了一个征召的指示，然后你的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然后你是去讲用这样轻蔑的一个态度去讲，你应该是让事情很容易。但我们看到从郭董提出来申请，到后来实际上面这个卫福部呢，他通过他的这申请案，中间隔了多久的时间，还需要郭董出来发声公开信声明稿之后，然后才启动了，就是要进京面圣，要见小英，要见小英，对，要绿灯也是小英开的啊。对，所以你会看到整个的过程当中，本来你会看到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他是防疫的最高的指挥官呢。你看，像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对不对？美国的这个 CDC 的部分一样，它的疫情指挥中心呢，也是一个站到一个非常制高点的地方，因为它重要的是在哪里？是在它的专业。可是我们看到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你看到整个荒腔走板，你就觉得他一直在不是搬开石头，是搬石头来挡路。对，对不对？它是搬石头来卡，所以那时候我们讲说，哎，只要因为我们缺疫苗实在缺的太多，所以我们那时候讲说，只要民间不管是公益团体也好，民间企业也好，只要他丢出申请来，你都应该很开心啊，因为他帮你政府的负担解决了一部分，怎么会你是这样的态度？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记不记得陈时中那时候还讲说，太多人的申请的话，他会有困扰，造成困扰，所以我们那时候还特别讲说，造成困扰，人命比较重要，还是困扰比较重要？怎么会有把人命跟困扰，你为了避免困扰，然后不在乎台湾人民的生命？对，大家如果记得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这样讲。所以从陈时中，从今年疫情严重这个蔓延的情况以来，你看到陈时中的所有的发言，然后甚至包括确诊的人数，他所有做的事情只做一件事情，校正回归，也就是说。他所有东西你会发现，你只要把他以前讲的东西摊出来，你就发现他后面讲的东西又不一样。大家如果记得现在最流行的这是陈时中的那个金语名言呢，就是他讲说以前看不到未来，以前的眼睛看不到未来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吗？你作为一个政务官，可以这样讲吗？你之所以拿人民辛苦的纳税钱的情况之下，就不难道是因为你要眼光要比较远，你要有远见，你最起码没有远见，你也要有视野，也就是说你不是有这个任何的这个视觉的一个障碍，然后你可以知道说国际的群势是怎么样，而且在那个情况之下，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太大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欧美已经在2020的时候呢，它就发生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你其实就算你个人没有视野、没有远见，没有关系的，你只要能够取欧美的一个借鉴，当成你去评估你今天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做的一个借鉴的一个情况。你那一双眼睛可以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对，这最起码你不需要看未来，因为那个是过去。对，因为欧美的情形发生的是2020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所以你的那双眼睛呢，并没有叫你看未来，只有叫你看过去有那些的经历，有那些的情形呢，可以让你做借鉴，知道说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它是一个好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果你不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当然知道，像台湾呢，我们台湾是一个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台湾的边境的管制的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外面的疫情是不太容易进来的。可是我们看到民进党的这个其实它现在已经不是双标了，它其实应该是多标。他那个时候呢，当我们讲说，台湾是这样的情形呢，他就讲说，好，那所以呢，你台商，我们大家就记不得小明不准回来，对，小明不准回来，他拿的理由就是讲说，你这个会把这个疫情，可是我们觉得这是3+11的这个破口的情形，明明在去年的大概3月份还4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质询交通部的时候，我们在质询民航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说，为什么你的这个对于机师的管理的情形呢，跟一般的管理不一样，会不会造成破口？
那个时候交通部还有民航局的斩钉截铁的回答就是说不会。不会破口。可是我们看到实际上面的情形来看的情形，3+11啊，它就是人祸啊，对，而且它是破口，到现在为止，指挥中心还不承认，对，还不认，没错。所以这个东西3+11，你可以想见到任何一个行政单位，它的开会，它会没有会议记录吗？你能够相信说，任何一个行政单位没有民间团体、民间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还会有会议记录，对不对？怎么会有一个你行政单位你做了一个决策，你要对你的决策负责的情况之下，你会没有这个会议记录出来？然后民间一反应的时候，你就讲说，哦，这个是假讯息，怎么会是假讯息？明明就是你造成的一个情形。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假讯息，那就请你在你的网站上面把这些的讯息都公开，让全民检视。全民看了之后，如果你真的是有道理，也可以还你一个清白。为什么你不要让你自己有被还清白的一个机会呢？为什么你还是要坚持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自己说了算，标准他们定的。我在这边谢谢这个张立德哦，他加入我们的会员哦，那谢谢。那尤其在聊天室里面，很多人进来相挺哦，我知道最近中天因为被杀了第2次嘛，我们中天综合台要增加3节新闻播报，还有政论节目呢，是完全又被 NCC 否决了啊。所以呢，谢谢看到这个聊天室里面人越来越多，然后大家给我们温暖和支持，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还是会继续监督政府说该说的话啊，绝对不会沉默。那说到这个BNT 要来了，那如果包括慈济的话，乐观来看，1500万剂哦，可能在9月、10月就会来了。那来了之后呢，台湾距离群体免疫、集体免疫来讲，还是差得远，还是不远了呢？那其实因为看到了鸿海、台积电还有慈济这个例子哦，很多民间企业、国民党的几个地方县市都说，政府是不是就是开大门让我们买疫苗？就没有政府现在把门关上了，行政院泼冷水说够喽，已经没有开新专案的必要了。怎么会没有？疫苗够了吗？我们要集体免疫了吗？没有。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哦，其实心里是有数的哈，只是现在因为执政党是民进党的关系，所以都滋生啊。因为一旦你发表了你的言论的时候，大概就被一下嘛，就说查水表，说违反社违法啊等等的情况，大家滋生。可是大家心里是不是真的有数？大家心里其实是很有数的。你想想看，我们台湾呢，我们就不要讲别的，我们直接用简单的数学式讲说，我们有2300万人，大家都知道打疫苗是只有打1剂它有防护力吗？不是吧？那大家都知道打疫苗的部分呢，你还要比如说你前面是打第1剂的时候，你可能你的防护力只有4几%，然后等到你打了第2剂的之后，它才能够 accumulate 起来变成大概80几%或90几%。所以你的打疫苗呢，单纯以一个人1剂来讲的情况之下，你就算乘以2300万人，当然你说小朋友不打，你把它扣掉 OK 的，但是你把它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数学式来算的话，它也不会是只有现在所订购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更何况我要提到的一点很重要，我想大家也已经注意到，国外它的这个疫情的发展，国外的疫情发展跟它接续下来持续的一个研究，他讲说，其实接下来应该可能还在打第3剂哈，原因目前都在张罗第3剂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你看，甚至如果你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讯息，以色列不是也是一样，他为了保护他人，他不是有从中间拦截这个疫苗的情形吗？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国家呢，都把他的人民当成一个宝。民主国家里面，人民至上，人民至上，只有人民的健康安全能够维持的一个情况之下，国家才能够发展。台湾很奇怪，台湾把人民摆在最后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为什么需要拦截？以色列呢，他当初订购疫苗，还有他的施打的情形呢，其实是非常好。那他为什么要再继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疫苗我们在发展。疫苗在发展，病毒也同时是在发展。你看到病毒呢，它有 Alpha， 它有 Delta 病毒，已经都出来了。然后你看到说 Delta 病毒的一个，很多国家都失守对，真的很难缠。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病毒呢，因为它病毒也在进展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他才会有说好。那如果你是只有第1剂、第2剂，你未必能够对付得了这个变种的一个病毒，所以你可能会需要第3剂。那你说台湾政府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要挡呢？像国民党的几个地方县市政府要买，不准啊，没有。所以我讲提到的这个，我们在很早以前就提到了，民进党所有的算计全部都是摆在政治上面。你记不记得？如果政治好没关系，他明年也要选了嘛。
对，可是你看，像今天他的做法，为什么我刚刚讲说前面有一些这个我的同学他们呢有登记到预约的时候有登记到说就感激涕零的讲说很感恩，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很感恩的心。我登记到了耶，我登记到了，也对就是很兴奋那个情况之下，为什么曾几何时台湾的人民要变成这么的卑微的一个情况？本来就是你应该能够登记到，本来在各个国家里面打疫苗就是政府的事情，到台湾变成是说我打不到疫苗，但是只要我能够登记到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就要谢天谢地感谢政府的一个德政。那我们提到的这个很离谱的事情，今天台湾的事情，如果当初这个东洋的这个事件，如果你不要去挡的话，其实那个时候 BNT 的疫苗可以进来的时候，人民可以，我们现在都打了差不多了，我想。对，你还需要花你不要8000听什么7月底小英说25%的覆盖率，我们早就到了啊。对，所以为什么你当初只要你不要有这些的黑箱的情形，今天我还是坚持这个东西是一定要调查的，对不对？你今天为什么让台湾人民其实1年前可以做的事情，要让台湾人民到今天为止，然后才能够再回到1年前以前的事情？那为什么要让台湾人民因为这个疫情没有办法这个控制住，所以呢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纾困预算出来？我们对于人民呢，活在这个疫情的当下呢，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解封和很多的这个限制的情形，的确对于经济的发展也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是不是该给这些的这个人民一些的立即的一个救助？我觉得绝对是应该的啦。因为他以前也缴税啊，他今天不应该得到这样不公平的一个对待嘛。可是问题是说，这些的问题是不是你当初只要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没有说你要超前部署也没说你要部署只有说你做你该做的事情而已，今天就不会发生。对，你就是不要耽误，不要误事就好了，对不对？没有人期待你要什么超前部署，虽然你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名词，但老百姓不买单，因为我们看到的事实的现状就是说，你连部署都没有。但是今天我们也不期待有政府能做事，我们今天你不要落后太多就好了。你不要捣蛋，你不要阻挡，捣蛋，有政府不捣蛋，我觉得老百姓呢就心存感激了。对，